各位朋友，大家好。如果提到了大一统制度的建立，提到了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以及大兴土木、大修陵墓、驰道、宫殿，包括在政治上建立行省制度，提起这些呢，熟悉中国历史的朋友恐怕都会想到秦始皇。但如果打开世界历史，与这些事情联系在一起的，却并不是秦始皇，或者说不仅仅是秦始皇。还有一个在世界历史上更为著名的人物，与这些事情紧紧地绑在了一起。这个人就是大流士一世，波斯帝国的第3任皇帝。在大流士一世继位以后，他几乎实行了与后面的秦始皇完全一样的统治手段。他也是建立了行省制度，也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而且他也修了驰道。当然了，他不叫驰道，叫御道。不过和驰道一样，他也是以首都为中心向四面的扩散，全长长度达到了2500多公里。大流士一世之所以比秦始皇更有名，不仅仅是因为他所统治的帝国在当时是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总面积也是秦帝国的2倍以上，而且更重要的是，大流士一世的统治时间是在公元前500多年到公元前400多年，要早于秦始皇的公元前200多年，将近300年。所以说，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大一统的统治手段，如果要找首创者的话，那肯定不会是秦始皇，而是大流士一世。那么300年以后的秦始皇为什么会实行了与大流士一世几乎相同的统治手段呢？这是历史发展在不同时期的一种巧合，还是二者在不为人所知的地方或时间已经建立了某种联系呢？换句话说，就如著名学者朱大可先生所言，秦始皇是波斯帝国统治手段的沉默的克隆者。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有意思的话题。咱们先来说说大流士一世。大流士一世可能大家不太熟悉，但如果大家看过《斯巴达300勇士》，可能对其中的波斯皇帝颇有印象。当时的那个皇帝就是大流士一世的儿子薛西斯。说起这大流士一世啊，人们对他的尊敬更多的是出自于他的权力，而不是出自于他的名望。按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大流士一世是得位不正。大家知道，统治波斯帝国的是阿契美尼德家族，大流士一世呢，他是这个家族的远亲。按理来说，皇位跟他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当时的皇帝是冈比西斯二世，但冈比西斯二世在出征埃及的路途中，突然国内发生了叛乱，然后冈比西斯二世神秘的死亡，继位的是冈比西斯二世的弟弟巴尔迪亚。但很快就有人站出来指证说，巴尔迪亚是一个冒充者，他实际上叫高莫达，他身上并没有流着阿契美尼德家族的血液。当时掌管波斯军队中不死军的统帅大流士就趁机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现在很多历史学家都相信，那个所谓的高莫达实际上就是冈比西斯二世的亲弟弟巴尔迪亚。后面发生的这一切都是大流士一世一手造成的，也可能正是因为得位不正，所以大流士一世继位以后，发动了很多次的平叛战争，最终统一了波斯帝国。为了重新塑造自我的形象，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巩固和加深君主集权，包括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些措施。也可能同样是因为得位不正，他在位期间还大搞个人崇拜，统一的货币上印的是他的头像，他四处刻石宣扬他的功绩和他被神拣选的使命。说起这刻石呢，大家有没有想起，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位喜欢四处刻石的皇帝？没错，就是秦始皇。大家所知道的秦始皇有琅琊刻石、会稽刻石、泰山刻石。刻石的内容除了歌颂秦国制度的优越性以外，大部分都是用来歌颂自己的功绩。这点和大流士一世也是一脉相承了。看来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不管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大搞个人崇拜的人通常都是为了掩饰内心中的某种不安。当然了，秦始皇的得位不可谓不正，但大家别忘了，当时毕竟还有着秦始皇是吕不韦的血脉，并非秦国王室血统的流言，这也是秦始皇一直想证明的事情。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刚才我们提到了大流士一世、冈比西斯二世、居鲁士二世。我们知道很多西方的皇帝，他们的皇帝传承通常都是采用这种计数的方式，就是一世、二世、三世等等。
而在中国历史上，采用计数的世数尊号的只有一个朝代，就是秦朝。在秦朝之前，不管是皇帝还是诸侯王，用的都是谥号，比如说周成王、秦穆公、晋文公等等，而从来没有采用过这种计数的方式。只是到了秦王政的时候，他认为采用谥号的这种方式是子义父、臣义君，大为不妥，所以就废除了谥号方式，而采用计数方式。巧合的是，采用了与西方基本上一样的计数方式，从秦始皇开始，然后就是2世、3世，直至万世。只是没想到，仅仅过了2世就出事了，而出事以后就没事了。而秦朝以后，皇帝的尊号又重新恢复为用谥号或者是庙号来确定，所以秦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用数字序列来表示世数尊号的朝代，没有之一。就这样，无意中我们又发现了秦朝与波斯帝国的一个共同点。那么还有没有更多的共同点呢？在《汉书五行志》中有过这样一段记载，在公元前的221年，也就是秦始皇统一天下的那一年，在甘肃的临洮附近，就是现在的兰州附近，出现了12个巨人。这12个巨人身高都是在5丈开外，也就是8米多高，4层楼那么高。他们身穿着夷狄的服装，他们的出现在当时也引起了轰动。秦始皇很快知道了这件事情，正好这一年他统一了天下，他认为这12巨人的出现是天佑大秦，所以他就将从天下收缴上来的那些兵器融回以后，按照这12个巨人的形象铸造了12个金人，其实就是铜人。这段记载呢，我们现在看来好像是有些都市传说的味道。不过呢，我觉得关于巨人的记载呢，也不能轻易的否定，毕竟在历史上有很多关于巨人的记载以及考古发现，对超出自己知识范畴的事情就简单的加以否定，这其实并不是一个求学的态度。我是觉得有些事情我们现在搞不懂，那就先放一放，但不要轻易的否定。在《搜神记》中曾经也有一段记载，说秦始皇见到了外星人，说这些外星人是来自于宛渠国，那是一个在海上的国家，他们的交通工具叫轮坡舟，形似螺，可以水陆两用，日行万里。这个形状听起来怎么都像是我们现在熟悉的 UFO。搜神记中还说，秦始皇还与这些来自于宛渠国的身高10丈开外的巨人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汉书五行志中记载的这12个人可并不像是外星人，他们穿的是夷狄的服装，长着一副地球人的面孔，不过并不是东方人的面孔，所以他们才会引起当地人的轰动。关于这段记载呢，或许可以有不同的解读。第一，就是这12个人就是来自于异邦的外族人，而且肯定不是当地人熟悉的那些身穿夷狄服装的东方面孔，他们的长相应该跟东方人迥然不同。或许他们本来身材比较高大，而传着传着就变成了有几米之高。或许他们根本就不是活人，而是12尊塑像。临洮是很靠西的一个地方，在秦国来说，它也基本上是在最西端的。对于中原来说，那更是妥妥的西方。而临洮这个地区，有学者考证，曾经是显教人士聚居的地方。显教又叫索罗亚斯德教，就是拜火教，波斯人的国教。即使我们现在不考虑这12个人的出处，但秦始皇确实是铸造了12个金人，这方面在《史记》《汉书》中都有多处记载。而且关于这12金人最后的去向，在史书中也有交代，其中的10座是毁于三国时期的董卓之手，另外2座则毁于16国时期的苻坚。秦始皇为什么要铸造这12座金人呢？秦始皇之所以要铸造这12座金人，肯定背后有着一个文化的内涵。可是在华夏文明的序列中，根本就找不到与12金人有关的文化因素。也就是说，秦始皇铸造12金人的行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放眼于世界历史，我们却能从波斯的国教显教中找到12金人的原型，就是显教所崇拜的12月神。12座神像实际上代表的是12个月。那么秦始皇为什么要铸造这12金人？朱大可教授认为，这有可能是秦始皇在向构建大一统统治模式的前辈致敬，而这个前辈就是波斯帝国。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秦始皇是想向他的敌人宣告12月神站在我的这一边，而他的敌人是谁？秦国最大的敌人就是楚国人。楚随三户，亡秦必楚。除了楚国人，还有楚国的文化。更巧的是，在出土的楚帛书中，我们也能够找到12月神的踪迹。而出土楚帛书的地点就在楚国的南部。据学者考证，那里曾经也是显教徒人的聚居地，他们都属于泛印裔文化区。朱教授认为，刘邦在取得政权以后，有选择的开始恢复先秦文化，也编造和重构了由黄帝开始的华夏历史。这段历史是将楚文化的那段历史平去于外，这也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华夏早期历史。那么除了上述这些秦帝国与波斯帝国的相似或相同之处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类似的巧合呢？这我们就要提到我们大家更加熟悉的兵马俑。段清波先生是西北大学的教授，同时呢也长期担任秦始皇考古队的队长。可以说他将一生的时间都奉献给了对秦朝以及对秦岭的研究。很遗憾，段先生5年前刚刚去世，终年只有55岁。段先生曾经被称为最了解秦始皇的人。据我所知，段教授对秦始皇也是推崇备至的。但尽管如此，他也并没有把秦始皇当成一个前无古人的超人，而是对秦始皇有了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因为长期研究秦陵和兵马俑，段先生从中发现了一些不同寻常之处。首先，从始皇陵的外观上来看，始皇陵封土中的高台建筑非常类似于波斯帝国时期的居鲁士6层台阶式建筑，而这种墓葬方式在中国是首次发现，在之前在之后都未见类似的实例。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兵马俑身上。段先生注意到，陶俑技术在中国古代的先秦时代其实并不发达，一直到了战国晚期，咸阳附近出土的那些陶俑制品，最高也不过只有20厘米，大部分是在10厘米以下。而兵马俑呢，身高大部分都达到了1.8米到1.9米几。而且在兵马俑出现之前，在所有的雕塑产品中，人和动物从来没有成为雕塑作品的主题，大部分都是处于雕塑作品的底部，或者是在一些不为人注意的地方。而将人与动物作为雕塑作品的中心来表达，这仅仅是出现在兵马俑之中。而且秦始皇陵中遍布着大大小小差不多8000多个真人大小的陶俑，这一点也并不符合中国墓葬的规范。在秦朝之前，这种现象从来没有出现过，在秦朝之后也没有出现过。墓穴中还遍布着很多1米长40厘米宽的空心砖，而将近2米的兵马俑也是空心的。这种技术在其后的几百年内再没有出现过。汉朝时期曾经有人仿制秦俑，但也只能做到40厘米高，技术含量是大大的缩水。如果我们联想到战国晚期只能制造出差不多20厘米高的陶俑制品的话，那么到了汉朝能够制造出40厘米高的陶俑，从20厘米到40厘米，这倒更像是一种传承。而在兵马俑中突然出现的1.8米以上的兵马俑，则显得过于突兀了。我们知道，一个文化成果总是有一个长期的渐进发展以及延续的过程，而秦始皇陵中的很多技术却给我们一种空前绝后的感觉。段教授认为，兵马俑与东周列国的陶俑以及战国后期的秦俑相比，不仅在艺术手法上有差异，在艺术风格上也大大不同，其间巨大的序列缺失在逻辑上难以解释。如果我们的目光只局限于商周到秦这段时间的话，秦始皇陵的很多发现都有一种横空出世的感觉。而如果我们将我们的目光放得更广一点，更长远一点，放在一个更大的时空范围内，我们或许就能够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在秦始皇陵和兵马俑建造过程中，有很多外来文化因素的注入，所以我们在之前的华夏文明序列中找不到这些因素的痕迹，因为它根本就不是出自于华夏本土，所以它来无影。而随着秦末的战争，掌握这些技术的工匠们或死或逃亡，使得这些技术出现了断代，这也就造成了汉朝以后这些技术的去无踪。有从西方来的工匠加入到了秦岭的建设之中，这一点呢，从考古学上也得到了证实。前几年在始皇陵的东侧发现了一处劳工墓，经过 DNA 鉴定，在121具骸骨中发现了一具具有明显欧亚西部特征的骸骨，
所谓欧亚西部特征，通俗来讲就是指的是欧洲人。这就说明洋劳工在2200多年前已经出现在了中原腹地，而世界上具有这种欧亚西部 T 类群个体总共只有10例，他们分别是属于信奉拜火教的帕西人、波斯人以及库尔德人。除此以外，在始皇陵的西北侧也发现了一处墓葬，其中有99具骸骨，都是年轻的女性。专家们推测，这个墓葬群很有可能是秦始皇后妃的陪葬墓。以前我们讲过，胡亥继位以后，将秦始皇所有妃嫔中没有生过儿子的全部命其陪葬，所以这个墓葬群中埋葬很有可能就是那些可怜的妃子们。西北大学的工作人员复原了墓葬中其中一位地位比较高的女性的面容，经过复原以后，这名女性很可能带有着非汉族人的血统，她的面部特征有着明显的中亚甚至是欧洲人的特点。此外，在2019年，在始皇陵的一个陪葬坑中，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一只金骆驼。骆驼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了西域，这只金骆驼如果出现在汉朝，在张骞通使西域以后，那么并不稀奇，而出现在秦朝，就是我们不得不重新考量，在汉朝之前，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可能已经达到了我们从未想象的深度和广度，而位于中原各国西部的秦国成了这场文化交流的最大受益者，而最终秦朝能够统一中原，也得益于这种文化的交流。那么这种来自于西方，而且很有可能来自于波斯帝国的文化因素，又是怎样进入到了秦帝国呢？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的猜想：公元前330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发动了希波战争。到了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已经征服了波斯帝国全境，他的兵锋已经达到了印度河流域和靠近中国的阿富汗地区。在政治体制上，亚历山大基本沿用了波斯帝国的行省制的统治方式，但是在宗教上，对波斯帝国的拜火教却是严厉的打击。亚历山大希望以希腊的宗教取代波斯帝国的拜火教，由此大量的拜火教的信徒和祭司们向东逃逸，很可能他们就翻越了帕米尔高原，沿着东西方古老的通道进入了中国腹地。那么他们最早进入的很可能就是秦朝的疆域。这些拜火教的信徒或者是祭司们，他们给秦国带来了波斯帝国的统治模式和各类技术，他们后来也深度参与了秦始皇陵的建造。秦始皇为了表示对他们的重视，还特意纳了他们族群中的女人为妃。波斯文明的注入也成了曾经一度落后的秦国最终战胜六国统一天下的外部动力。当然了，以上说的这些只是一种基于逻辑关系上的猜想，还需要更多的史料以及考古发现来予以佐证。我也知道，说千古一帝秦始皇统一中原的背后有着西方力量的加持，这一点是会被骂的。在一些人看来，秦始皇所创造的那些所谓功绩和他曾经达到的高度，都应该是中国本土中自然而然的发展起来的，不会有什么外来因素的介入。这就好像有些人坚持的认为，三星堆文明一定是中国本土的，一定是商朝晚期的，一定和别的文明没有什么关系的。这些人可能忽略了一点，东西方的交流从古至今一直是在深刻的进行着，这才是历史潮流，这才是大势所趋。任何一种的固步自封，任何一种的盲目尊大，都是逆潮流而行，也终将被后人耻笑。文明从来都是因为交流而得到发展，因封闭而自我毁灭。这里我又要引用以前我曾经引用过的两句诗：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很抱歉，因为嗓子还没有完全恢复，所以呢，这期的声音可能是不尽如人意，请大家多多见谅。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 Frank， 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